中美发布了气候方面的联合宣言，什么样的国家会坐不住了，感到不安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11月10日呢，中美两国在气候大会的会议期间呢，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。不仅呢是签了一个联合宣言呢，双方还赞赏了迄今为止开展的工作。看中方的表示就能看得出来啊，就是这个气氛还有我们的表达都跟以前不一样。中方说的是双方都是很有诚意的、有建设性的，都展现了一些灵活性，这才最终达成了联合声明、联合宣言，并且呢，中美决定要建立联合工作组。工作组当前主要解决问题就是2030年之前，双方要采取什么行动，共同推动多边进程开展什么样的合作。然后呢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国际组织也觉得这是个好现象，是中美之间终于开始走向合作了，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良好开端。而且这个时候达成这么一个联合声明啊，也为未来双方领导人会晤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必要的气氛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联合宣言也好，还有中方以及美方对这个宣言表达的态度也好，跟前一段时间双方的吵吵闹闹啊，其实也不奇怪。这种事儿就跟打仗做生意一样，抗美援朝当年打成那样，停战的时候，志愿军战士和美军战士走出战壕，变成冲到一起喝酒吗？吵是个过程，要的是个结果，只要结果出来了，就可以握手言和，然后一起笑嘻嘻的按照结果执行就成了。而且这个结果对中国其实是有利的。我们以前说过，排放权就是发展权，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减排牺牲自己的发展和民生。但是只要我们在能源技术上获得发展，逐步发展，按照规划、按照计划慢慢的来，我们就可以实现环保和民生发展的兼容。毕竟我们的老百姓也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，谁也不愿意冬天供暖不足，但谁也不愿意活在雾霾中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要注意，未来不仅仅是中美两国，而是在这两个庞然大物的带领下，更多的国家会走向这个方向。所以新能源、环保技术都会形成新的庞大的产业，而且这个产业门槛会非常高啊。很多国家体量如果小的话，自己搞出一套新的工业体系根本不值得，只能依靠国外去购买、去采购。一个国家如果经济本来就不错，体量很小，那么实现能源供给转型代价真的不算大。但是对有些国家来讲，这个任务就会变得特别艰巨。对一些经济条件很不好、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讲，如果没有来自中国这样的技术辅助和支援等等，可能就要跟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永远说拜拜了。而对于一个大国，如果这个大国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不够，可能也要经过很艰苦的一段日子。11月7日，印度呢也表示了要在2070年实现碳中和，2030年以前，全国50%的电力供应要来自于非矿物这个可再生能源。这个话可是莫迪咬着牙说的，而且莫迪说需要国际社会给印度1万亿美元的补偿，否则印度没法遵守这个承诺。有人就说了，你莫迪老先生是在敲诈全世界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莫迪面临的问题真给1万亿美元，他可能都解决不了。因为印度面临的困境是，就算不搞工业化，没有什么工业排放，那么多人日常燃烧秸秆、木材、牛粪，这些排放就能让印度那个所谓的承诺达不成。光靠少生孩子、多种树看来都不够。印度不搞新的能源产业就没有出路。而且要解决这么大一个国家能源问题啊，解决印度的工业和生活能耗，1万亿美元恐怕是真不够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。中美之间这个联合声明是把水位抬高了，而且中国是艘大船，完全能够飘得起来。有些国家就只能在工业制造业竞争中，就因为这个规定慢慢沉没掉。制造业还会进一步向中国靠拢，那么谁还敢说和中国脱钩？你怎么脱？如果一个国家还想发展自己的工业，那也行。一个大国要完成自己工业升级，替换大量的基础建设设施和工业设施，这种订单又有谁能接得了？所以美国人讲的也没错，美国人说要当这个领域的领导者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领域变革的推动者和获利者。而印度这样的国家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必须求中国帮着忙，无意中又被美国当韭菜割了。好，
关于中美在格拉斯哥的联合声明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意味着什么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